嗨，我是君玲，欢迎来到我的写字教学频道。你是不是也常常觉得自己的字很潦草，怎么写都不漂亮，写了几十年，现在才想要练字，还来不来得及呀？答案是完全来得及，因为练字跟年龄没有关系，关键是方法。什么时候懂得方法，什么时候就能写好字。不管你是学生还是上班族，或者是乐活族，只要懂得掌握正确的做法，字体就可以立刻改善。今天这支影片，我会带你用5个超厉害、马上见效的练字技巧，让你潦草的字体直接变端正。如果你也想要更快写出好看的字，那么快拿起笔跟我一起练习吧。记得按赞、收藏，把影片分享给需要的朋友，接着给我一个鼓励，帮君令按个热推，支持我继续创作，让我更有动力用每一集影片带你一步一步把字写好。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技巧是竖竖对正。什么是竖竖对正呢？当字体的上方有竖画，下方也有竖画的时候，我们要把两笔竖画对正，这就是竖竖对正。像画面上的长字，上方有一笔的竖画，下方也有一笔的竖画，这两笔竖画在书写的时候应该对齐在同一个重心线上，这样字体的书写状态才会稳定哦。因此，我们把下方的这一笔竖画稍微移动一下，让它往左侧一点，就可以对齐上方的竖画哦。接下来，我们就来教大家怎么把上方的竖画对齐下方的竖画。我们先写一笔的竖画。长这个字呢是上中下结构，所以每一个结构的部分，我们尽量写的稍微扁一点。这样子上中下字体拼凑完之后，才不会长得太高。接着我们再写点画，再写撇画。接下来这笔点横钩是主笔，所以我们要记得拉长书写哦。先写撇画，接着下横钩，拉长书写。再来我们要下口部结构，口部结构要略有一点上大下小。那我们在抓口的部分呢，要刚好跨在这个竖画正下方，让竖画延伸出来的曲线大致把口分成一半一半。接着我们再下竖画，我们要写金咯。好，金书写的时候也一样，让这个竖画延伸下来的这道隐形线能够刚好把金的上半部分成一半一半。接着让这个竖画延伸出来的这道线往下对到这边之后，让它往下书写。好，藏字就可以轻松完成咯。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观念是点竖对正。当字体上方有点画，下方有竖画的时候，要将字体上方的点画跟下方的竖画对正哦。我们来举主这个字做例子。主的上方有一笔的点画，主的下方有一笔的竖画。在书写时，要把这两个部分对齐在同一个重心线上。我们可以先在这个重线上下一笔的点画，接着让第二笔的横画稍微往上扬起。接下来书写下一笔的横画。那么接下来就是竖画的书写咯。根据我们刚刚给大家的观念，点画的下方要正对竖画，所以抓点画的下方这个位置下竖画。上面两笔横画的距离就是这下面两笔横画的距离，因此把这一段的长度增加为2倍之后，就是这个竖画的长度咯。接着我们再下一笔的横画，这笔横画呢会稍微比上面的2笔横画再长一点，当作是这个主字的主笔哦。点竖直对的观念，不论是竖竖对正或者是点竖对正，
都是在把上方笔画跟下方笔画抓在同一个重心轴上，这样字体的书写才不会歪斜。字体书写不歪斜，笔画能够对正，当然也就能够呈现一种字体端正的感觉哦。第三个要分享给大家的超有用写字技巧是竖点对正。当上方有竖画，下方有点画时，我们要把竖画跟点画一样拉到同一个重心轴上。像画面上的这个虫字，不止上方有竖画，中间有点画，在下方还有一道竖画。如果让这3个笔画在不同的重心轴上，就会形成一种字体很凌乱，没有办法端正呈现的状态。我们要把这3个笔画放到同一个重心轴上书写哦。从字也是上中下结构，因此部件要压扁处理，让它结构之间能够结合的紧密。我们先写山这个部件哦，先写一笔的竖画，可以直接在纵线上书写。接着我们要写横折了，横折的部分呢，我们要让它的宽度加以缩减。为什么要缩减横折的宽度呢？那是因为下方有一个点横钩的部分，点横钩的部分我们要成为虫字的主笔。那么你要凸显点横钩，上面山这个部件的横折就不能书写的太宽大，因此我们稍微抓一下范围，让它往内缩一点，写横折，然后再写竖画。控制这里的宽度，等一下我们在凸显点横钩这个主笔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操作哦。接着竖画完成之后，下面的点画就对着竖画书写，像这样。那么接下来就要拉长点横钩咯，点横钩拉长，然后再勾回。接下来我们要再书写下面的部分了。下面的部分是2笔的横画，2笔横画略微上扬。接下来又有1笔的竖画了，前面介绍的点数也要直对，所以在点画的下方继续书写竖画，再将它勾起。接着下面的这2笔笔画，我们让它用点画来呈现，让它小小的点在这个位置，像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可以在下方形成一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微笑曲线。那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重心轴，发现点数、数点都在同一个重心上，这样子字体的呈现就可以很稳定，不会歪斜咯。虫字的书写来替大家做一下整理，在山部的部分一定要把宽度加以缩减，如果宽度不加以缩减，就会像画面上的虫字一样，没有办法分出谁是主笔，没有办法凸显出主笔的部位，那么字看起来就会失去焦点。所以第一个一定要刻意控制山这个部件的宽度，让它缩短一些。下方的点横钩记得拉长成为主笔，上面的竖画、中间的点画、下面的竖画要拉到同一个重心轴上，帮助字体书写能够呈现一个稳定的状态哦。至于这些笔画跟笔画之间摆放的位置细节以及技巧跟背后的为什么，君宁会在15日美字养成班中仔细的分享给大家哦。第4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用书写技巧是点点对正。令这个字呢，上方有一个点画，下方也有一个点画，上方的点画跟下方的点画也要拉到同一个重心轴上，因此下方的点画书写时也要对着上方的点画书写哦。那我们来书写一次令这个字给大家看哦。首先我们会先下一笔的撇画，撇画在书写的时候要把它稍微拉长，因为它是字里的主笔，我们让它常常撇出。接下来的捺画一样往旁边延伸，让它往旁边拉出。那么撇捺在书写的时候有一个书写上的小原则哦，
这个原则是撇要写的低一点，捺要写的高一点，像这样子有一个高低上面的小差别。接着我们要再书写点画的部分哦。点画的部分从上方往下抓在这个垂直的中心轴上，我们先书写一笔的点画。点画完毕之后呢，我们就要下横钩咯。横钩的部分慢慢的往上扬之后往下勾回，勾回的地方找这个点画的下方，我们要再下另一笔的点画咯，像这个样子书写另这个字。当我们把点画跟点画对正时，字体就可以呈现一个稳定的书写状态咯。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诀窍是点钩对正。当上方有点画，而下方有竖钩的时候，我们要把点画跟下方的竖钩对在同一个重心轴上。接着我们来示范京都的京这个字给大家看。京都的京有一笔的点画，下方又有竖钩，要把点画跟竖钩对齐着书写。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京这个字。京这个字如果要拉一笔的笔画做主笔，你会选择什么笔画呢？当然是中间的横画咯，因为横画有一个往左右方向的延展性，因此很适合当做主笔。那我们就来书写咯。先在中线上下点画，接着我们拉长横画当作是主笔。接下来我们再下一个口部结构，让它上大下小。接着我们就要写竖钩咯，竖钩要对着点画去下竖钩，然后再将它勾起。接下来的两点我们缩在上方，一样在下方的部分我们会形成一个微笑曲线，既有拉长主笔，又有点钩直对，加上微笑曲线，这样就能够很完整的书写出京字的美感哦。这部影片分享了5个重要观念，能够协助你去改善字体。如果它让你重新燃起想把字写好看的信心，或者让你看到自己其实有机会写得更漂亮，那么15日美字养成班将会带给你更快速也更直接的改变。在15日美字养成班中，我们会透过系统化的步骤，引导你从笔画、书写架构全面去重建你的观念，内容非常的清楚易懂，好吸收。就算你没有任何的书写基础，也能够跟着步骤一步一步的练起来，并且在短时间内明显看到自己字体的改善。中小学生想要打好写字基础，国考族需要清晰工整的书写能力，上班族希望能够透过书写提升自己的专业度，乐活族想要培养新兴趣。任何一个想把字写得更漂亮的人，都非常欢迎你的加入哦。让我们一起把这份美字能力真正的在自己身上养成吧。我一直努力的在分享，就是希望把写好字变成每一个人都能够轻松做到的事情。或许这也是我替自己悄悄累积的一点福气吧。如果今天的内容可以让你得到一些成长，让你更懂得怎么书写，那么这些你的成长跟进步，就是我努力的意义所在。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我有收获，让我知道这份分享真的有陪伴到你。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拜拜。